月租2.8万美元，签字，要么搬走。房东笃定我已经走投无路，我花了100多万美元装修这个地方，根本不可能搬走。我看着他志得意满的脸，口袋里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，是丈夫发来的短信：亲爱的，搞定了。新地方月租3500美元，签了8年。一抹笑意慢慢在我脸上绽开。帕特里斯，我故意用带着迟疑的语气说，这是个重大决定，我得和丈夫商量一下。克拉拉，我把话说明白。房东帕特里斯语气决绝，带着不容置喙的意味。4个店面，月租2.8万美元，1分都不能少。他优雅地弹了弹貂皮大衣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目光刻意避开我，要么签新租约，要么月底前把你和你所有的破烂都清出去。他身后是我3年来的心血结晶，4个相连的店面，如今已打通成一个开阔的大空间。这里灯火通明，客流不断，是这条几乎被遗忘的市中心街道上当之无愧的明珠。他的厚颜无耻简直可笑。帕特里斯，我们的合同明确写着，3年后租金按市场价调整。我努力保持语气平稳，现在整条街的租金都在降。隔壁位置更好的亨德森先生刚把租金从5000美元降到了4000美元。我把一份提议推到桌上，我愿意按原价1.5万美元续约，再加10%，也就是1.65万美元。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合理了。市场价？帕特里斯夸张地大笑起来，仿佛我说了个天大的笑话。克拉拉，亲爱的，醒醒吧！你以为是谁定了这条街的市场价？他用涂着血红指甲油、修剪精致的手指指向窗外繁华的街道。3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？一条泥泞小路，连路灯都没几个能用的。一股又热又涩的怒火涌上心头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是我，克拉拉，接手了这4个漏雨破旧的小破屋，砸了100万美元才改造成现在的样子。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反驳，现在街道火了，你就想把我一脚踢开？哦，听听你说的，开发商圣克拉拉啊，他冷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鄙夷。你以为是你让这条街起死回生的？行啊，那你走试试。没有我的房子，你这些存货堆哪儿去？看看你的那些宝贝顾客，到时还能不能找到你？他的话像淬了毒的匕首，正中要害。就在6个月前，我还投了一大笔钱进行全面翻新，对这个位置的未来充满信心。现在假日季即将来临，这可是我生意最繁忙的时候，时机再糟糕不过了。搬走，找新地方，重新装修。我既没时间，也没精力，更承担不起损失。他算准了这一点，他知道我那100万美元的投资把我绑死在了这里，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把租金从每间合理的3800美元涨到敲竹杠式的7000美元。过去2周，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，回复短信也只有冰冷敷衍的几句话，付得起就租，付不起有的是人租。我几乎能透过屏幕看到他那副洋洋得意的嘴脸。克拉拉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帕特里斯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你在这地方投了这么多钱，要是搬走就全白费了。女人做生意不容易，别让自尊心毁在几千美元上。签了2.8万的租约，我保证你的生意会比以前更红火。看着他那张写满贪婪与傲慢的脸，我最后一丝想要合理协商的希望也破灭了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平静而坚定的目光回望着他。他误以为我的沉默是投降前的最后挣扎，嘴角勾起一抹猫捉老鼠般的胜利笑容。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，那微弱的震动像一道电流直击我的心脏。我掏出手机，是丈夫托马斯发来的短信：亲爱的，搞定了。城南的产权置换单元，层高19英尺，面积和你现在的地方一样大。我已经找好设计师了，能建一个4层的夹层，实用面积翻倍，还有更大的户外区域。猜猜租金多少？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屏住了呼吸。月租3500美元。房东哈里森先生人超好，签了8年，前5年不涨租。
他说要移居国外陪女儿，让我们随便折腾这地方，还说不用理会那些爱管闲事的本地人。我的手指微微颤抖，只回了一个字：完美。然后我慢慢抬起头，迎上帕特里斯志在必得的目光。我笑了，一抹温和无害的笑容。帕特里斯，这真是个重大的决定，我得回家和丈夫商量一下。我皱起眉头，语气里恰到好处地透出迟疑。能给我3天时间吗？行，他大度地挥了挥手，仿佛在赐予我天大的恩惠，但你最好想清楚，这样的机会可不会有第二次。他摇摇摆摆地走出店铺，背影都透着洋洋得意。他一无所知，他以为我不会错过的机会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即将成为过去的是他。在这场他自以为稳赢的博弈里，他已经亮出了底牌，而这一出手，他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。帕特里斯一走，我立刻给托马斯打了电话。怎么样？这个哈里森先生是真的吗？我快步走进仓库，反手关上门，压低声音问。放心吧，亲爱的，托马斯的声音里压抑着兴奋，我让人查过了，他是个老居民，城市开发项目给了他一大笔补偿金。他有好几处商业地产，根本不缺钱。女儿在国外定居了，他要永久移居过去，说不定好几年都不会回来。他继续说道，我让法务部的朋友看过合同了，万无一失。他走之前还加了我的社交账号，说要是有人找我们麻烦，直接拉黑，专心做事业就行。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托马斯，你太厉害了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你丈夫啊。他的声音里满是骄傲。这个帕特里斯，他真以为我们是任他拿捏的软柿子，想榨干我们最后一分钱。我早就受够他了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那些店面简直像猪圈，又漏雨又发霉，是他 practically 求着我们租的。现在我们把生意做火了，他就想把我们榨干。没门。他说的没错。3年前我们刚起步，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这条街是城市被遗忘的角落，规划混乱。帕特里斯的4个店面空置了快2年，墙皮剥落，窗户破碎。但我看到了它的潜力，它连接着老城区和新开发区，位置独特。是我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托马斯放手一搏。我们亲自动手，清理成堆的垃圾，穿着旧衣服刷墙，跟着网上的视频学铺电线。我们把一片废墟变成了我们的梦想之地。最初的3年，生意惨淡，几乎只能保本。但我们坚持不懈，靠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积累口碑，慢慢把人流重新吸引回这条街。街上的店铺从只有我们一家，发展到10家、20家。可以说，这条街就像我们的孩子，是我和托马斯白手起家拉扯大的。而帕特里斯就是那个等孩子长大成人就想抢走的恶霸。那计划是什么，亲爱的？直接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托马斯问。不，我看着窗外繁华的景象，眼里闪过一丝冷光，太便宜他了。他以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。我要让他看看，我不仅能活，还能活得比他想象中好100倍。我刚跟他说要3天时间，这3天是他最后的幻想，最后的体面。而我继续说道，是时候启动闪电计划了。闪电计划？没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脑飞速运转，肾上腺素飙升，找最靠谱的施工队去新地方，2班倒，24小时不停工。设计图你已经有了，电路、夹层、室内装修，要用最好的材料，以最快的速度推进。钱不是问题，公司账户里有200万备用金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20天内必须能开业。电话那头的托马斯倒吸一口凉气，20天。克拉拉，这太疯狂了，简直是军事行动。正因为疯狂，他才永远不会想到，我的语气坚定无比。现在他肯定在家翘着2郎腿，等着我们3天后回去求他签那份荒唐的租约。他越笃定，到时的惊喜就越大。接下来20天，这里照常营业。
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做得更好，让他的眼线看到我们忙着赚钱，根本没心思想别的。你负责新地方的施工，我来打理这边的日常运营，稳住帕特里斯。我们要上演一场最完美的骗局。托马斯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的声音里也充满了和我一样的激昂。好，就这么干，让他大吃一惊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出仓库，脸上重新换上平静友好的专业神情。员工米娅看到我，关切地问：克拉拉，那个房东没为难你吧？他看起来怒气冲冲的。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事，就是商业谈判而已，别担心他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这个月我们达标了，我给大家发双倍奖金。太好了，谢谢克拉拉。店里爆发出一阵欢呼，驱散了帕特里斯留下的紧张气氛。看着团队重新焕发的活力，我的决心也变得坚如钢铁。帕特里斯，你等着，我心想，你很快就会明白什么叫追悔莫及。